如果让你在今年3台超大杯手机里挑一台拍照最好看的，你会选哪台？拉他们出来打一架，不就知道啦。我们从白天拍到晚上，从户外拍到室内，总共拍了上千张样张，终于分辨出了3台超大杯，谁在吹牛逼，谁是真牛逼。为了方便直观理解3台手机影像的长短板，本期视频同样为大家制作了能力图。现在马上进入赛博斗蛐蛐环节。拍照好不好？画质占8成，3位选手的主摄画质右眼看不出差距，成像效果都是目前机圈里的顶峰。主要差别在风格上，小米依然是熟悉的徕卡调调，色彩厚重，阴影深邃，像是高考上神情凝重的监考老师。vivo 的色彩非常鲜艳亮丽，讨好眼球，像是纽约街头上的涂鸦画。OPPO 的色彩很还原，右眼看到的颜色跟照片如出一辙，像是把脑海中的画面定格了一样。换一组近景样张看细节，各家的画质差距就体现出来啦。vivo 的细节处理功力最为深厚，小草根根可见，锐化控制的恰到好处。OPPO 紧跟其后，草坪纹路处理恰当，整体画面自然高清，锐化比 vivo 要轻。小米断档式落后，草地纹路模糊，细节一坨 ，AI 算法痕迹还很重。目前主摄表现最好的是 vivo 和 OPPO 两兄弟，小米呢有点小翻车，在这个价位使出不应该啊。主摄不行，勉强能接受。长焦这种最常用的焦段范围要是拉垮了，那就别怪用户万人锤啦。先来一组8倍变焦样张。备受厚望的 vivo 突然摆烂啦，色彩发白，字体发糊不说，就连基础的光影都被 AI 给修掉了，照片素得很。OPPO 的背景主体过度平滑，边缘部分的画质是3位中最优秀的。小米总算是展现出 Ultra 的能耐啦，色彩还原和细节保留绝佳，可惜高光部分没处理好，破坏了左右下角的画质。给他们上一点点强度，直接拉到700毫米焦段，相当于手机上25倍到30倍的变焦。这回各家的马脚就藏不住喽。vivo 还是老毛病 ，AI 算法太积极了，中间的字体锐化超重，跟背景像是在2个图层一样。桥墩的暗部乌黑一片，没什么细节。小米恰恰跟 vivo 反着来，字体相对自然，桥墩暗部细节保留不错。由于 AI 算法比较佛系拍摄过程中呢很容易虚焦，出片率低。OPPO 可以说是超长焦真神，画面干净自然，细节完整，看起来完全不像是700毫米焦段的照片。长焦这轮 OPPO 全程实力在线，小米有高光时刻 ，vivo 呢有些小躺平。来到长焦夜景这块，就很好的体现出商家在夜景上的策略差异。vivo 高度依赖算法，招牌乍一看清晰又立体，细一看，它把红色招牌 P 成了橘红色，附近的光源也没有压制好。有单匣原彩镜头加持的 OPPO毫无疑问力压其他2位选手，全图高光压制出色，招牌色彩还原准确，拉开了1个档位。小米招牌颜色比较准确，徕卡风格塑造的冷色调搭配现代大楼，莫名有种港式恐怖片的阴森感。再来组妹子亲情贡献的夜景人像，这回合 vivo 和 OPPO 打得难分难解。OPPO 胜在肤色还原准确，发丝抠图精准。vivo 的优势在于背景灯光虚化自然，光斑应用巧妙，但发丝的处理比较粗糙。小米的发丝边缘处理不错，刻意提亮了人脸，略显违和。背景虚化算法跟 OV 差的有点远。夜景这块 ，OPPO 是又稳又有力，拍人拍景样样出色。vivo 的高光压制略有欠缺，胜在人像带劲。小米中规中矩，符合刻板印象。OK， 接下来要比拼的环节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人像了。大声告诉我，人像3要素是什么？肤白、貌美、大长腿。人像这块完全是 vivo 和 OPPO 的单挑局啦。肤色、美颜、色彩方方面面都是顶流审美，小米根本上不了台桌啊。vivo 的衣服和光线处理优秀，衣服的纹理和色彩清晰，背景光和顶光协调，就是脸部稍微暗了一点点。OPPO 的人物和肤色处理最好，把妹子拍得特有气血，健康红润，看起来充满了活力。
不夸张的说啊，让我后期3天3夜都修不出这效果啊！室外人像样张的结果跟上一轮基本一致 ，OPPO 的肤色处理功力远远胜过 vivo， 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不过 OPPO 的虚化有些小毛病，左侧手臂部分跟背景连在一块啦，而 vivo 很好的把手臂和背景区分开来，抠图更精准。人像这块 ，OPPO Find X8 Ultra 毫无疑问是2025的人像天花板。去年 vivo 还能打个有来有回，现在啊彻底没有对手啦。今年的超大杯旗舰影像拉这么满，很多朋友就开始担心了，性能会不会缩水呢？这就给大家跑一轮测一测。老规矩啊，先跑一轮安兔兔热热身。OPPO 以283万分的成绩高居第一 ，vivo 排第二，小米是唯一处在670万分数线的选手。这么看来 ，OPPO 的极限性能释放要更好些啊！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啊，跑分呢纯属娱乐，实干才能分高低。原生全高画质加60帧，虚弥城跑图加轻怪半小时，走起！从帧率图来看，3位选手的平均帧相差无几 ，vivo 的帧率和功耗都不错，画面全程流畅。但温度啊，不知为何飙到了44.5度，机身长时间握持有一丁点辣手。小米1、2帧的微弱优势领先，代价就是功耗拿到3.62瓦，好在散热做得不错，平均温度35.1度，暖暖手。OPPO 的游戏表现跟影像一样啊，稳字当头，各方面的数据均衡不偏科，无愧于全能战神之名啊。3台超大杯的性能均符合旗舰水准，唯独 vivo 出现了温度偏高的问题，可能是温控没调好啊。今年是 AI 大爆发的一年 ，AI 能力的高低，很大程度决定了手机系统体验的好坏。上面咱们拍了不少照片嘛，那就来较量较量各家 AI 消除能力的水平。考题就是这张电车照片，它的元素和细节比较丰富，十分考验 AI 的画面识别和信息还原能力。没有一点点意外啊，3位选手出色地完成了消除列车的任务，并且给消失的画面填补上了合适的素材，还贴心地做了阴影处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这3个家伙啊，都很默契地把信号灯给干掉了。看来大模型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。在 AI 生成这块，我让3位选手按照要求生成以上主题的文案，最终3位选手都能按照要求给出一段文案。其中 vivo 的篇幅是最短的，有节省 token 的嫌疑。OPPO 的诚意最足，都快写成一篇报道了，但为啥不顺手起个标题呢？小米比较均衡，篇幅中等，也带标题。用热系统的进步，我会选 OPPO。ColorOS 15对比上一代，无论是流畅度、美观性、AI 能力，都有了全面的蜕变。反观 vivo 和小米，今年的变化着实不大。虽然说他们本身已经足够成熟了，但我们用户啊更乐意看到厂商努力进步的一面。最后，我必须提他们的手感。Ultra 作为机制影像的产物，多少肯定会牺牲点手感，但能否保证握持的舒适度，对使用体验非常重要。3台手机的 deco 都很凸 ，vivo 是里面最夸张的，手感上属于大头儿子那一块啦，头重脚轻，上下配重比例的差距大。握持时 deco 顶手指顶得厉害。OPPO 是3者里握持最舒服的一款，直屏和中框衔接顺畅 ，deco 凸起控制得当，手感要比其他2位曲面屏强不少。小米则是居中派，厚度啊、deco 凸起啊、机身过渡啊比较平衡。好了，经过长时间的比拼，3台超大杯旗舰的综合能力图出炉了，大家可以暂停查看。vivo X200 Ultra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 T1 的影像素养以及人像水准，遗憾的是，面对极端场景偶有翻车，为了极致的影像能力也牺牲了手感。小米15 Ultra 的影调和风格极具特色，甚至老远都能辨认出这是小米的样张。另外，游戏性能释放也足够猛，最大的短板是人像稍微逊色，审美有待提高。OPPO Find X8 Ultra 最令人意外，原以为各方面不走极端的它，注定表现平平，没想到方方面面均不妥协，天花板级的人像实属惊艳，堪称超大杯中的全能战神。如果非得买台 Ultra， 我大概率会选 OPPO Find X8 Ultra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耐心观看。咱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